嗨，各位好，我是618键盘要买到剁手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这部影片。继上次开箱这把 CP 值非常高的客制化键盘之后，如果你觉得这把键盘的价位还是太高了，那你今天又来对地方了。我们又来开箱的就是两把低价的铝合金量产键盘，分别是维卡的 Lucky 65以及摩卡的 A75。所以现在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双开箱环节，开始。两把键盘都顺利开箱了，所以我们要从哪一把开始呢？由于 Lucky 65呢是以套件的形式进行贩售的，所以我们还是留到待会再来进行组装吧。从这把长得有点像狼蛛 F75 的 A75 来开始介绍吧。A75 呢，这个已经是菜市场名了，很多厂商都有出他们各自家的 A75， 所以如果大家在找这款键盘的话，请认明摩卡 A75， 它是一个75% 配列的全铝合金键盘 ，F 区进行左移塞下一个 insert 以及一个音量旋钮，然后方向键是没有下沉的，并且在左方有一个小门牙。它是一个3模 RGB 的成品键盘，价位大概是1500块台币左右，带轴带键帽。然后键盘的外壳应该是压铸成型的，然后表面是喷涂的工艺，上面还有带一点闪粉。整个键盘的结构呢是这种天地盖的设计，然后键盘四周呢都有做这种刀角，然后背面呢是 USB Type C 模式切换开关以及 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，然后底部呢是这个2大2小的防滑脚垫，同时也可以作为脚撑的功能。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大大的摩卡 M 字腿，整体的外形呢真的是非常简洁。然后键帽呢也是这种标准的卷王键帽，这把键盘呢看起来真的是平平无奇，不过具体的手感、声音表现的话，就让我们先听听看它的打字音吧。这把键盘打字音着实还不错，风信子轴的表现一如既往的优秀，搭配应该也是满配填充的内胆，声音听起来是闷闷响响的麻将音。不过以手感来说呢，它还是偏硬的，定位板呢应该是碰的。其实在这价位，这表现其实也还算是过关的。不过看到这把键盘，让我有浓浓的即视感，让我想起了一把我非常喜欢的键盘，大家有看出来吗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 Hi8，不管是配列结构还是外形，真的非常相似，并且也都是有这个音量旋钮，分明就是冲着 Hi8 去的。但是呢，以 Hi8 套件的价格送给你的却是一个成品键盘，不过也是因为碍于成本，整个键盘的质感跟做工跟 Hi8 都有明显的差距，大概是介于 Hi75 跟 Hi8 中间，没有到粗糙，但是也绝对称不上细致，观感上还是有明显的不同。再来就是音量旋钮，它被缩小了，然后它位置呢有稍微的不自中，让我这强迫症感到非常不舒服。可以提一下的就是这把键盘的旋钮并没有一键静音的功能，真的是让人非常不解。不过这把键盘呢也有优于 Hi8 的地方，就是它多了这个大颗的防滑脚垫，可以以一个更舒适、更自然的角度打字。不过呢，我要说一下，这把键盘在我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这把键盘，当我朋友帮我换轴的时候，换完轴之后呢，发现这个键盘的手感跟听感变得非常的奇怪，并且还有几个按键呢会无法触发以及连击。我当下还以为这键盘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后来拆开这把键盘才发现是轴体没有插到定位，没有插到底。其实我把轴体已经完完全全固定在定位板上了，但整个 PCB 呢也完全被挤下去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就是你如果要把这把键盘换轴的话，可能需要把整个键盘拆开才能进行换轴的动作，不然可能会导致你轴插不紧的情况。个人觉得这是设计上非常重大的失误。如果你急需一把便宜的铝合金成品键盘，完全没有打算换轴的话，这把键盘也不是不能买了。开箱完有点小翻车的为摩卡的 A75 之后呢，让我们进入到下一把来自于维卡的 Lucky 65。其实呢，这把键盘就是之前的 Sugar 65的进化版，升级成3模，并且改善了结构以及表面做工，增加背面的装饰以及图案。这次入手的版本呢是比较高配的豆奶黄电泳版本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外形跟摸起来的质感手感跟之前的 Sugar 65比起来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丑小鸭变天鹅了。不过具体键盘的表现究竟是如何，还需要我们先把它组装起来。所以现在让我们进入动手组装的环节吧 ，Go Go！好，看到这个 Lucky 65的内胆跟 Sugar 65比起来，真的是有质的飞跃。对，这上盖的电泳品质真的非常不错，摸起来非常丝滑。然后这 CNC 也是切得非常漂亮，内部也是非常平整，没有任何的瑕疵。然后电池仓跟小板呢都有这个金属片把它覆盖住，保持底壳的平整，以及内腔的深一致性。然后这配重是阳极氧化的，真的非常好看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尼龙材质的定位板，这个材质的定位板真的蛮少见的，然后也是非常软，然后是有横向开槽，然后是这个单键开槽 PCB 下
灯位、板簧结构，然后电源开关在上面，并且是轴座看起来支援分裂空格，还有7字的 Enter 键。让我最惊讶的是，就是它右上角有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替换旋钮的功能，真的让我非常期待之后有扩充的可能性。然后里面的声音包呢也是满配的，这夹心棉摸起来有点像是日本井上的，整个键盘的声音表现呢应该也是非常值得期待。然后这次呢我要使用的是我最近的新欢 Rise 的幻梦轴，是一个声音手感优秀并且价格非常便宜的轴体，我使用起来感觉呢有点像是进化版的灰木 V3，所以就让我们上轴上键帽把它组装完成吧 ，Go Go！记得当初的 Sugar 65，不管在声音手感上都让我非常的惊喜。不过这次的 Lucky 65呢，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尼龙定位板手感更加软弹，然后声音上呢，跟客制化键盘基本别无二致。主打低价的铝合金套件居然可以有这种表现，维卡又再一次刷新我的认知。不过看到它呢，又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这把键盘的外形呢，真的非常像缩小版的雨75，同样是天包地的设计，背面的装饰板以及图案，以及差不多的电泳质感，干脆就叫它雨65好了。不过呢，就我的观感而言，它的声音手感跟电泳，我觉得还微微胜过雨75。不过这把键盘呢，也很神奇的继承了雨75的缺点，其实它键盘前高也真的不低，打这坡度对我来说有点不太够这样子，并且我到手这把键盘之后呢，还小小的翻车一下，就是在我带这把键盘去上班的时候，它的螺丝居然松脱了，然后在运送过程当中的螺丝跟这底壳产生摩擦，直接获得战损一枚。到手第一天就发生这种事，真的让我非常的阿杂。不过好在呢，这把键盘还有另外一个优点，那就是便宜。高价键盘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非常心痛，但是在1000出头这个价位的套件，战损就让它战损吧。所以整体上来说呢，这把键盘带给我的使用体验真的是非常之好。好，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2把键盘，分别来自于摩卡的 A75以及维卡的Lucky 65，一言以蔽之呢 ，Lucky 65呢就是缩小版的雨75，A75呢就是贫穷版的嗨巴。A75的品质做工呢大概介于嗨75跟嗨巴中间，不过它有3模，搭配的是风信子轴。如果想要到手即用的话，它还是可以考虑。不过由于它设计问题，换轴的话可能会非常麻烦。而我这次推荐的就是 Lucky 65，当下小配列铝合金键盘的最佳解答，质感做工非常的优秀。除了它键盘前高有点高之外，我是找不到其他什么明显的缺点。不过呢，跟那些客制化键盘在设计以及做工上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，只能说1分钱1分货，他们都是物有所值的选择。像这把 Story 65R3，不管是键盘重量跟用料上，跟这2把键盘比起来，还是有肉眼可见的优势。声音呢也是更加扎实沉稳。所以要如何选择适合你的键盘，还是来自于你的需求以及预算。祝大家都能够顺利找到你心仪的理想键盘。我是就是爱推坑别人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